俗话说人生70古来稀，但如今活到70甚至80岁早已不稀奇。很多人一退休就开始热衷于参加各种聚会，找伴一起跳舞，或者约人打麻将，生怕日子太清静。聚会上把酒言欢，确实热闹，可人散去之后，四下只剩一屋子的冷清。找伴跳舞时灯光璀璨，很开心，可舞曲一停，大家还不是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约人打麻将赢几把固然痛快，可要是天天沉迷于此，日子久了也会觉得单调。但是参加这些热闹活动真的能让晚年生活更高品质吗？你以为的可能不是真的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真正高品质的晚年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其实高品质的晚年生活不在于有多热闹，而在于能不能活得舒心且有意义。接下来我们将介绍5种让晚年生活更精彩的方式。首先，高品质的晚年生活离不开一个好心态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每天都愁眉苦脸，就真海味摆在眼前也难以下咽，对吧？相反，心态乐观豁达的人哪里都能找到快乐的理由。我有一位邻居刘大爷，已经80多岁了，一直独自住在老房子里。刚开始我还担心他一个人会不会感到孤单，结果每次去看望他，他都笑眯眯地招呼我。院子里种满花草，屋子里放着一本没读完的书，刘大爷精神头十足。一次我忍不住问他，一个人住会不会觉得孤独？他听了哈哈一笑，摆摆手说，孤独？我才没空孤独呢。接着他还细数了自己的日常安排，清晨浇花锻炼，中午听戏曲，下午和老伙计下棋，晚上看看书写写字，每天过得比年轻时还充实。刘大爷甚至开玩笑说，有时腰酸腿疼反而觉得不错，这说明自己还活着，还有感觉。你看，连疼痛在他眼里都是生活的调味料，成了开心的来源之一，这就是乐观的力量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习惯性的抱怨和悲观呢，只怕日子会越过越闷，成天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，不但自己郁郁寡欢，还会把周围的朋友都赶跑了。谁愿意总是听负能量的抱怨呢？负面的心态就像一座无形的枷锁，把晚年生活的美好都禁锢住了。与其困在自怜自艾的圈子里，不如学学刘大爷，凡事换个角度看，多往好处想想，心一宽，天地就阔了。人的一生免不了遇到各种不如意，年纪大了难免有身体退化、亲友分离、社会角色转变等等挑战，但常有人说，凡事往好处想，生活往简单过。晚年碰到的变化其实也藏着新的可能，子女不在身边，可以享受清静与自由，工作责任减轻了，可以随心安排时间，空闲多了，正好拿来培养爱好。只要心态阳光一些，再阴沉的日子也能透出光来。事实上，很多长寿又开心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秘诀，那就是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积极的一面。乐观豁达的心态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晚年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每天笑口常开，日子自然舒坦。所谓笑一笑，10年少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第二，让生活简单自在，是提升晚年生活品质的重要方式。人忙碌大半辈子，到了晚年其实学会给生活做减法，该放下的就放下，该丢弃的就丢弃，别被太多物质和虚荣拖累。前些日子我去拜访一位退休多年的姥姥时，老人家住在城郊一套小房子里，屋里布置很简单，却干净整洁。几本珍爱的书放在书架上，窗前一把藤椅，茶几上一壶清茶，墙上挂着几幅他自己写的书法作品。环境虽简单，却透着一股然自得的气息。我们闲聊了很久，谈起晚年生活，他感慨地说，年轻时总想拥有更多，现在才明白，真正的幸福在于学会舍弃。原来退休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家当，把多年积累的东西丢去了大半，每件留下的东西不是实在需要，就是能带给他快乐。东西虽变少了，心里反而觉得踏实了。在老老师看来，简单的生活并不是无聊，相反，那是经过岁月沉淀后的返璞归真。他笑着说，如今每天清查一本书就觉得十分满足，再也不像年轻时那样患得患失。其实不光是物质上要瘦身，心理上
也要减负。许多老人年轻时为事业、为家庭拼搏了一辈子，积累了不少荣誉和财富，但也可能累积了一些虚荣和执念。有些人到了晚年还放不下面子，什么事都想争个高低，结果把自己搞得很累。表面风光，其实苦的还是自己。面子再重要，也比不上自己的日子舒坦；面子再好看，也不如内心自在安然。到了这把年纪，是啊，过得舒坦才是王道。还记得《红楼梦》里，宁国府为了所谓的体面大操大办丧事，结果几乎耗尽家财，从此由盛转衰。现实生活中，为了面子打肿脸充胖子的例子也不少见。与其弄得自己苦不堪言，不如活得实在一点。其实，真正智慧的人都明白，朴素的生活并不降低你的身价，反而凸显你的豁达和从容。别人会因为你的淡泊而更加尊重你，你自己也会觉得轻松自在。如今也兴起一种生活理念，叫断舍离，提倡的正是抛下不必要的负担，以轻松自在的态度迎接每一天。与其扛着沉重的行李迈入晚年，不如轻装上阵，把有限的精力花在真正值得的人和事上。当我们的生活变得简单，心也就跟着安静下来，快乐反而更容易浮现。所以，舍弃那些无谓的累赘，留下真正珍贵的部分，你会发现晚年生活原来可以这么自在。简单一点，其实就是幸福多一点。第三，高品质的晚年生活在于朋友圈子精简，感情真挚。简单说，就是与其广交泛交，不如深交3、5知己。年轻时，许多人讲究朋友多了路好走，逢年过节手机里到处群发问候，一大堆饭局应酬忙不停。可到了晚年才发现，朋友圈再大，能真心陪你的没几个。邻居张阿姨曾经就是交际花，各种老年活动都有，她电话簿里存了上百个号码。可是有一年她生病住院，每天床前照料的除了老伴，就是她多年来的最要好的2个姐妹。那些平时一起唱歌跳舞的所谓朋友，有的连电话都没打一通。出院后，张阿姨感慨良多，她开始慢慢退出了一些无谓的饭局聚会，把更多时间留给真正关心她的人。所谓酒肉朋友，能陪你吃喝玩乐的人或许有很多，真正愿意雪中送炭的却没几个。时间久了，你就会发现，热闹过后留下的才是真正的友情。俗话说，患难见真情。经历一些风雨之后，谁对你是真心，一目了然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泛泛之交上呢？事实上，人一辈子能交心的朋友本就寥寥无几，年纪越大，精力越有限，更没必要对谁都热情应付。与其把时间耗在一些场面上的热闹，不如和知己好友喝杯茶，散散步，聊聊天，来得温暖踏实。有人说，人生下半场就是一个不断筛选的过程，我们要学会筛掉那些只会消耗我们的人和事，留下真正值得珍惜的关系。对于不重要的人和无谓的社交，与其费心巴结迎合，不如大方地说声再见。这样我们才能把宝贵的精力用在真正关心我们的人身上。缩小圈子并不是让你与世隔绝，而是更明智地选择陪伴的人。哪怕只有1、2个老友常来往，那种深厚的感情也足以温暖余生。有句老话叫半杯酒交真朋友，讲的就是交朋友贵在精不在多。简单的朋友圈反而能让我们收获更纯粹的友情和更宁静的心境。顺带一提，千万别害怕偶尔的独处。许多人一辈子离不开人陪，总觉得一个人就无聊。其实独处并不等于寂寞，而是给自己喘息和思考的宝贵时间。静下心来翻翻书，听听音乐，一个人照样可以过得充实自在。当你不再害怕独处的时候，就真正拥有了强大的内心。所以啊，别再为了充气场到处凑热闹了，选择和舒服的人在一起，闲时可以独处，聚时开怀畅谈，这样的晚年生活才更充实。第四，别让年龄束缚了我们对新知的热情。正所谓活到老，学到老。保持学习和好奇心，能让晚年生活保持鲜活的色彩。很多老人退休后觉得自己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对新东西就敬而远之，其实完全没必要。大脑肉一样，用进废退，
越用越灵活。只要我们愿意学，任何年纪都能掌握新技能。学习不仅是年轻人的专利。我认识一位王叔叔，60多岁时才开始学英文，为的是去看望在国外生活的孙子。刚开始他觉得背单词很吃力，但他每天坚持记几个单词和练习发音。1年下来，他已经能用简单的英语跟外国人打招呼了。后来去国外旅游，他自己买票问路都不成问题，别提多开心自豪了。还有我的一位老同事，退休后迷上了电脑绘画，刚开始连开机都不会，经过报班学习，现在居然能用平板画出栩栩如生的水彩画。他的作品在社区展览时，大家都竖起大拇指。谁能想到这是一位古稀老人新学会的本领呢？其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前不久新闻上还报道了一位80岁的老奶奶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，成为该校最年长的新生，用行动证明了活到老学到老绝不是一句空话。还有70多岁才拿到硕士文凭的长者，为自己的青春梦想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这些故事无一不在告诉我们，只要肯学，人生随可以开启新的篇章。可见，只要愿意折腾，大家都是潜力股。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，既能打发时间，又能给自己找点成就感。想学画画，就从素描开始练起；爱好下棋，就去棋院找老友对弈；喜欢唱歌，就参加社区的合唱团。即使想研究养花种草或者厨艺茶道，到了晚年也完全可以学得很开心。学习不一定非得考试拿证书，而是在于享受那个开拓眼界又动脑动手的过程。很多老人越学越年轻，和小辈们有了共同话题，自己也更自信开朗了。就算不出门，读书看报，关注新闻时事，也能让我们跟这个变化飞快的世界保持联系。另外，常动脑筋对身体健康也有益处。据一些研究所示，持续学习的人比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更不容易患上失智症。所以，不仅是为了打发时间，也是为了自己的脑袋。千万别停下求知的脚步，不要总说我老了学不动了。只要心不老，我们就永远可以学到新的东西。给自己的大脑找点事做，没准哪天您也能成为朋友圈里的潮老人呢。第5，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，就是要让自己老有所为，老有所乐。有所为才能有所乐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找点自己热爱并且有意义的事情做。让生活不只是打发时间，而是活出价值感。许多人退休后一下子闲下来，反而茫然不知所措。如果每天只是无所事事的消磨时间，日子久了难免觉得空虚。相反，给自己找一个小任务或者小目标，生活立刻就充实起来。我们社区有位李奶奶，老伴去世后曾经消沉了一阵，后来她参加了社区的志愿者队伍，每周去敬老院陪老人们聊天。慢慢的，他脸上的笑容又回来了。他说，每次去陪那些比自己更孤单的老人说说话，回家后心里特别踏实，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。还有张爷爷，70岁开始提笔写回忆录，把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和人生感悟记录下来，每天清晨写上几页，他觉得特别充实。过了1年多，子女们帮他把这本厚厚的手稿打印装订出来送给他，他高兴得像孩子一样，逢人就分享自己的著作。对他而言，这就是留给后辈最珍贵的精神财富。不少老人还把照顾第3代当作自己的责任和乐趣，每天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，陪他们写作业、做游戏。在孩子们的童真世界里，老人们自己也仿佛变年轻了。看着小家伙们一天天长大，爷爷奶奶们觉得自己的余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，这种天伦之乐带来的满足感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无法比拟的。其实，不管是帮助别人还是实现自身的某个梦想，关键在于让生命有一个重心。这个重心可以是义工服务，可以是学习新技能，可以是照顾孙辈，也可以是经营一盆兰花或一片菜园。只要有事情可做，有责任心系，生活就有了奔头。常有人把退休后的生活比作第2春，既然是第2春，我们也可以播种新的种子。年岁增长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价值减少，相反，经历了那么多风雨，我们更有智慧和能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发挥余热，不仅能造福他人，
更能让自己体会到被需要的快乐。当然，有所为不等于瞎折腾，而是量力而行，选择自己力所能及又感兴趣的事。哪怕每天只是在小区花园浇浇水，对着路过的小朋友笑一笑，那也是在给周围带来一点正能量。而这些点滴的价值感，最终会汇成晚年生活的大满足。到了人生夕阳红的阶段，我们完全可以依然霞光万丈，只要心中有事可做，有人可爱，我们就能在奉献与热爱中找到快乐。真正高品质的晚年生活，就是在平凡的日子里，也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，让每一天都过得踏实而充实。听完这些，也许您会发现，高品质的晚年生活并不在于表面的热闹，而在于内心的充实和平和。参加聚会，跳跳舞，打打麻将，作为娱乐消遣无可厚非，但光靠这些并不能填满精神世界。真正让人感到满足的是乐观开朗的心态，简单自在的生活，真心相伴的友情，持续学习的进步，以及有所付出有所热爱的充实感。如果说人生是一趟旅程，青春是奋斗拼搏的白天，那晚年就是收获沉淀的黄昏。黄昏时分的景色一样迷人，只要我们善加珍惜。正如古人所说，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年纪大了又何妨，只要心中有光，夕阳依然可以映照半边天。别让年龄成为束缚我们的借口，而应把它当作人生加冕的勋章，带着智慧和从容去生活。希望每一位长者都能重新审视自己的晚年规划，想想什么才是最珍贵的。或许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都可以少一份等待与依赖，多一份主动与改变。我们的晚年舞台同样可以光彩夺目，让夕阳的余晖照亮自己的内心，活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晚年。